未来车主换电，充电车主看；未来车主换电，充电车主看；未来车主换电，充电车主看。看了10台未来换电之后，自己的充电车终于可以走了。好，各位买家好，我是董买这一视频跟大家聊一聊未来换电站的巨大进展。未来终于把自己的换电站做成了基础建设，向第三方进行了开放。11月21日，长安汽车与未来达成换电业务合作协议，双方将在建立换电电池标准、建立换电体系、建立电池资产管理机制以及换电产品预研等4个领域展开合作。这是斌哥说的第1家合作的，剩下的还有4到5家还在谈，还在路上。关于电池的共享，斌哥也明确说了，对外共享的是下一代面向大众市场的超充快换电池包，未来的用户体验肯定会更好。换电共享呢，其实就是要面向大众市场的共享才有意义。你仔细琢磨一下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30万以上的纯电市场，未来已经占据60%了，你让别人怎么跟你合作呢？但是大众市场20万甚至10几万的时候，这个市场的空间可就太大了。你想想看，可以换电的 Model 3，可以换电的 Model Y， 这该多吓人啊！不管你是买断电池还是 Bus， 我猜如果你要 Bus 的话，车价就是1字开头了。市场容量够是共享的一个基础。未来车主确实不用担心体验的问题，更不用担心倒闭不倒闭的问题。未来的收割机还在路上呢。这也就是今天为什么未来明明没有倒闭的风险，但是热搜却要给你来个不停的原因。第一个实现3000万次的换电是难的，第一个宣布加入换电体系也是需要勇气的。恭喜长安！对于消费者来说，3分钟的换电，可预期的时间，无需下车，无需抢装，无需开充电桩功率的盲盒，这样的体验是无敌的。恭喜长安的车主们，他们也可以享受到更好的补能体验了。有人说换电锁死了，技术的提升是不可能成功的，这个逻辑其实很奇怪啊。换电呢，本质上是换一个电池包，只要电池可以组装成一个电池包，电池包的尺寸符合标准，接口符合协议，这就可以一直玩下去啊！你想象一下，2017年买的一台电动车，如今二手基本上没人要了，为什么？因为2017年的电动车的续航简直不能看，而且电池的衰减也差不多都不行了。可是2017年的蔚来 ES8 可以升级，今天2023年的电池啊，你可以升级成75度，可以升级成100度，甚至可以升级成150度电池，实现你的续航翻倍也毫无问题啊！电池技术的进步，那未来车主们就是享受到了，这才是消费者利益的最大化。把电池焊死的车当然是有自己的优势的，主要呢是可以降低一点成本。至于什么充电体验差一点，充电时间长一点，你花的钱少，体验差一点，不是应该的吗？但是呢，随着技术的提升，20万甚至以后更便宜的车型也可以换电的时候，这个时间点就变了啊！当一个充电车想着自己充电10分钟奶一口就走，结果事实是电网的容量根本无法支撑多根500千瓦充电桩同时高速放电，那最终呢还要充电40分钟，充50分钟的时候，隔壁换电的车3分钟就走一台，你到时候会不会懊悔呢？这又是每天在未来换电站发生的事情啊！未来车主换电，充电车主看；未来车主换电，充电车主看；未来车主换电，充电车主看。看了10台未来换电之后，自己的充电车终于可以走了。你管以后的电池是400伏、800伏，甚至说1200伏呢？只要现在电池包里面装的还是电芯，哪怕这个电池包里面是在烧煤，在以后呢，这个电池包里面包的是可控核聚变反应堆，只要它还是一个电池包的外观，只要它还是那个接口符合未来的标准，来个车它插上就能用。而且未来也不是不能充电吧，是可以换电也可以充电的，好吧？未来同样可以充电。如今400伏技术的未来充电峰值功率就可以做到250千瓦，比某些号称800伏实际上是500伏啊那些车型的充电速度还要快呢。你可以充电，我也可以充电，我充电速度比你还快。我可以换电，你不能换电，这才是充电车主所陷入的僵局，好吧？而且随着充电速度的提升，换电站里面的电池充电速度也会提升的，换电站的效率会进一步提升的。那凭什么大家都要用未来的标准的啊？当前呢，在做换电的车企呢，大概认真做的一共有7家吧。除了那些使用网约车那样的卡扣式换电的，像蔚来这样对于普通消费者使用高端液冷螺栓式换电的，蔚来是做的最成熟的那一家。这么说没有问题吧？蔚来建了2100座换电站，成功进行了3100多万次换电，不管是技术还是基建，这一套都跑通了。蔚来甚至还主导了换电标准啊！早在2020年，国家能源局发布蔚来研究制定的换电行业标准啊，其中蔚来牵头了10435、10436以及33025 3项标准的编制，深度参与了10434和33004 2项标准的编制。有一句话都听过吧？一流的企业定标准，这就是蔚来正在做的事情。车企们看了好几年了，无疑呢是长安汽车勇敢的先吃了螃蟹，后面呢其实就会更加容易。这就像云服务一样 ，Amazon 呢当年为了自己爽，他搞了一个云服务，后面 AWS 的业务成熟成功度甚至比电商赚的钱要更加多。
京东呢，为了自己的客户到货安全、到货便捷，当年投资的亚洲1号有很多争议吧？如果当年你参与过电商啊，经过这个行业，你应该知道亚洲1号当年争议非常大，对吧？自己非要自建物流。那现在呢，京东物流也是服务整个行业的，甚至说是可以单独上市的一家企业了。这就是投资基建的好处。商业呢，从来都是没有什么新鲜事的，做最难的事情，但是你要做到最好。你不要去怕那些傻叉们天天骂你，他们要是不骂你，天天说你好，觉得你做的对，你反而应该想一想啊，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问题？他们天天骂你，但是你的客户不骂你，你的合作伙伴不骂你，努力干吧！这个世界会呢，总有人需要成为领导，总有人呢需要追随的。那未来的换电呢，这一步走的也非常不容易。2017年12月16号的 New Day 换电站第一次亮相，技惊四座，到今天其实已经6年过去了不管怎么说，要恭喜斌哥，恭喜未来。好，这个是本期懂买买的视频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，不要忘记评论区订阅懂买买，买买在头条、B 站、微博以及 YouTube 对我自己的账号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我们要让他自己道歉去换电。